一直到突然死去的老人脸上出了一脸疑惑的表情，为什么眼睛和嘴巴都是闭不上的吗？二爷是在村里开棺材铺的，在我印象中他每天都躺在躺椅上。这天村里的李忠平来找二爷订棺材，二爷给人做棺材有个规矩，就是要知道每个人的死因。得知是他的父亲，二爷先是愣了一下，前几天还看他父亲在街上闲逛，他是干这行的，所以对生离死别早就看开了。但问到细处，李忠平的眼睛就控制不住的流泪。李忠平对老爷子是格外的孝顺，昨天见老爷子遛完回家，就赶紧倒了一杯热水给他。可老爷子嘴里说着话，刚准备喝口热水，水杯就掉在地上。李忠平听到动静就赶紧回头看，老爷子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已经没了气息。原本第二天就是老爷子84岁的大寿，已经备好明天的宴席了。老爷子年轻时找人算过，在83岁是他的大坎，能越过去就能长命100岁。没想到老爷子到底是在83岁最后一天没扛过去，临死前睁大双眼，脸上充满了疑惑。二爷听完叹了一口气，晚上挑了一口红棺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墨斗。墨斗早些年是木匠所需的工具，二爷却用墨斗在棺材内壁弹了很多条线，而且棺材盖也被弹了线。小时候只听他说弹多少条线都是有说法的，而且可以有辟邪的作用。第二天就把棺材送到李忠平家，二爷就说要去看看老爷子。后来听他说突然暴毙的心里会有一口怨气，脸上也充满疑惑的表情，而且嘴巴和眼睛都是没闭上，是因为胸口处憋着一口气。二爷担心晚上会出异样，就叮嘱晚上守灵一定要找2个胆大的，无论听到棺材有什么动静都不要动棺材。二爷只希望后辈能听进去他的唠叨，可当天晚上还是出事了。晚上就李忠平和堂弟守灵，两人迷迷糊糊就听到堂屋传出声响，就趴在门口朝里面看。堂弟起初以为是老鼠跑进来，一个箭步就走了进去，可到跟前就发现棺材在剧烈的摇晃，而且不停地拍打着棺材盖。堂弟就认为老爷子死的突然认为是假死，说着就要打开盖子。李忠平被吓得腿都软了，想起白天我二爷的交代，就拦着堂弟。堂弟就斥责李忠平封建，自己老爹要是假死的话，再耽误一会就变成真死了。说完用力地掀开盖子，一股气体窜了出来，紧接着棺材盖子被弹出几米远，再回头尸体已经坐了起来，而且脑袋僵硬地转过头盯着两人。两人才反应过来这是诈尸，开始往外跑，可还没跑出院门就撞了一个满怀。原来是二爷担心出事，就让我爸晚上来看看。两人看到来人是我爸，顿时有了主心骨，就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我爸平时围在二爷身边，对一些事情还是能对付的，掏出一捆浸满黑狗血的绳子，让两人跟在他身后。进屋就看到老爷子手里抓着2只老鼠啃，然后3人合力用绳子把他捆了起来。随着绳子的收紧，就看到尸体嘴里冒出一团团气体，然后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倒在地上。几人合力把尸体装回棺材。在我们老家抬棺的人头天是要分房睡，而最大的忌讳就是抬棺过程中棺材绝不可落地，而且途中所有人都不可以说中或者沉字。那几年都实行火葬，但有的老人生前怕火，临终前都会叮嘱家人一定要土葬，因为有些白天下葬的人被人举报，会被上面的人要求重新把人再挖出来火葬，所以有人就会选择晚上偷摸的下葬。至于抬棺的人也就找本家或者邻居凑数，所以对那些抬棺的忌讳就不是特别清楚。几个青壮年抬着一副棺材还是绰绰有余的，走在一个半上坡的时候还是出了事。由于上坡感觉到吃力，一个人无意地说了句好累，就有人搭话说好沉。话音刚落，几个人就感觉到肩上的棺材像是一块大石头，举步维艰。接着就听到棺材里面发出几声闷响，像是有人在里面砸棺材盖。老人的儿子颤颤巍巍地说莫不是老娘要，还没说完就被一旁的长辈捂住嘴，大骂不许胡说八道。而抬棺材的几个人再也经不起棺材里面的东西折腾，哐当一声落了地，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，站在原地盯着那副哐哐作响的棺材。而且棺材越闹越凶，就连固定的麻绳都要被崩断。老人的儿子赶紧回村请来见多识广的六叔，六叔围着棺材转悠了几圈，先是点着一把香，让2个儿子跪在棺材前，就说生前孩子不孝，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，而今天来送葬的都是自己本家晚辈，不懂规矩，如果有什么说错话的就让他们赔罪。说完，六叔让所有人跪下来磕头。棺材的动静声果然越来越小，直到香烧完，六叔这才发话起棺，一直到下葬棺材都没有任何变故。后面六叔说是抬棺的几个晚辈不懂规矩，在路上说了不该说的话。男人仗着势力殴打给自家盖房的木匠，木匠心怀怨念，在大梁上钉了7根棺材钉，欲是钉死男人全家的生气。事情发生在95年河南南阳新店乡，
县里的首富高启林找到乡里有名的张木匠给他家盖房子。高启林早些是跟哥哥在菜市场卖鱼起家，自从哥哥锒铛入狱，高启林就捡起哥哥留下的产业，而且此人为人残暴欺行霸市，也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。张木匠担心完工之后工钱不好拿，但高启林拍着胸脯保证工钱1分都不会少给。张木匠想着两家都是同村的，而且也是从小长到大的玩伴，加上高启林一再保证不会少工钱，张木匠就应了下来。第二天就带手底下的几个徒弟去给高家干活，几天的功夫就盖了半人高。可张木匠的几个徒弟心里很有意见，因为在当地盖房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主家中午要给工人提供饭菜，而且每天都要拿出几包香烟和茶水。工人不会计较香烟的价钱，但是每天干的都是体力活，饭菜最起码要能让大家吃的差不多。起初大家都认为高启林这么有钱，饭菜自然不可能会差到哪里去。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高启林不仅不提供香烟，连水都不提供。中午的饭菜全是素菜不说，连菜都是那些不新鲜的，几乎让几人难以下咽。张木匠作为几人的师傅，自然明白徒弟们的抱怨，也只能安抚几个人，只要工钱不少就行了。虽然几个人嘴上不说什么，但每天干的都是体力活，肚子都填不饱，每天下午都是饿着肚子干活的。张木匠也知道这高启林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但碍于面子就没找他说道。一直到上大梁的时候，按照当地老祖宗传下的规矩，上大梁这天主家都要准备8大碗请工人，有讲究的更会给个红包，寓意主家平平安安。张木匠找到高启林就说红包就不用了，中午稍微改善伙食意思一下就行。可高启林一听这个立马就变了脸，我要给你们出工钱，还要再请你们吃酒席。张木匠就给他解释上大梁请工人吃酒席是方圆百里的规矩，两个人就开始了争执。徒弟几个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也凑上来指责没有香烟茶水就算了，每天吃的比猪还差。高启林一看这群人要造反，掏出手机就开始摇人。没几分钟车上下来几个混混，二话没说一棍子就砸在张木匠头上。高启林更是出言威胁，今天连午饭都不提供，必须把大梁安上，不然之前的工钱1分也没有。张木匠咬着牙点了点头，几个徒弟给张木匠包扎了一下伤口就开始干活。张木匠推开原本要给大梁对缝的徒弟，他要亲自上手，并且要让高启林血债血偿。半个月后，一处全村最气派的院子就建好了，村里人都夸张木匠的手艺活。最后张木匠找高启林结算剩余的5万工钱，被高启林强词夺理，也只拿到了3万。张木匠等人担心遭受到报复，也不敢再去要。等高启林全家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院子，可还没几天，高启林的母亲出门被几条疯狗咬死了。村子里的人都拍手叫好。高启林的母亲仗着自己儿子的势力，平时没少干缺德事，而高启林倒霉的事也是一件接一件。原本建好房子就和媳妇离婚，等着用新房子和市里领导的女儿结婚，原本双方都谈好的事情，可临近婚期又反悔了。接着就是别人举报涉黑性质，接连几次都被叫去问话。这天在大路上走着，被一辆失控的车卷在车下，在医院抢救了半个月成了植物人。这时候他原配媳妇回来了，说自己和高启林只是协议离婚，而且还没领离婚证，法律上自己还是高启林的媳妇，高家的财产现在都是他说的算。说完就在医院把高启林的氧气管就拔了，因为当时盖房子时都是按照高启林的设计盖的。他媳妇看着碍眼，就准备把房子拆了重新盖个小3层。可找工人拆房梁的时候，就看到主梁上面钉着7根锈迹斑斑的棺材钉。有经验的工人明白这是鲁班书中记载的邪术，从棺材上面拔出7根棺材钉，卸在新房子的主梁上，要钉死全家人的生机。只要住进这处宅子的人，半年之内都会横死。老头每天晚上都会遇到5个小鬼，明知他们不是人，但还是会让他们搭便车。每逢集市，老张都会把烧好的碗碟拉到集市上卖。虽说起早贪黑的卖不了几个钱，但老张就是闲不住，每次都是傍晚才往家赶。这天走到半路就遇到几个孩子。大爷，我们出门玩走累了，就住在前面的村子，您能捎我们一段吗？老张就想着天黑不安全，而且就是顺路的事。路上老张就问家里的大人是谁，只是觉得大人的名字比较熟悉。老张看着5个孩子进村才走，原本第2天是要赶早集的，可一直睡到天亮，老伴就喊醒他，今天不是要去赶集吗？老伴看他气色不好，就劝他歇息1天。老张就说在家闲着也没事。等赶到集市上吃早饭的时候，隔壁看相算卦的老王就问他，老张最近有没有遇到不干净的东西？你气色怎么这么差？老张就含糊说年龄大没休息好。等下集市往家走到半路，又在相同的位置碰到那5个孩子，老张又让他们坐上车，可一连几个集市老张都会起来得很晚，而且脸上尽是疲惫。
不仅每天昏昏欲睡，就连生意都极差。老王又凑到跟前说：“你气色越来越差，不像是没休息好，而是遇到鬼了。”然后掏出一个三角形的黄符纸递给他，要让他时刻放在身上辟邪。老张实在推脱不掉，就放在口袋里。回去路上又看到那5个孩子站在路边，只是这次几个孩子并没有上前，而是警惕地望着老张。老张主动要送他们回家。我们上不了您的车，您身上有东西，我们靠近不了。老张想到白天老王给的符纸，就算孩子不是人，只是坐车回家而已，然后随手就把符纸丢了。几个孩子立马就开心地爬上车，老张又把几个孩子送回家。有天老张游街窜巷，正好走到这个村子，就打听这几个孩子的事情。那人就面露难堪说，村里确实有家5个男孩的，可是在10年前在路边玩，被一辆货车全被砸死了。老张惊出一身冷汗，就在回家途中下起了暴雨，打雷声惊吓到马，就发疯地往前跑。老张怎么都安抚不了受惊的马，路过一个山路时，一侧的轮子滑进了沟子里，正当马车往下倾斜，后面出现几个孩子死死地拉着马车，等马费力地把车拉上来。老张寻找几个孩子已经消失不见了，就看到深沟里面有几个牌位。等第2天，老张把牌位送到几个孩子家里，家长也觉得奇怪，牌位一直都供奉在家里的。至于老张说的位置，就是孩子出事的地方。当你说那些死或者不吉利的话，家里的长辈会不会让你往地上吐3口唾沫，然后重新说上一句坏的不灵好的灵？因为邻居要扒旧房，头天就跟李忠平打招呼让他去帮忙。吃早饭时他妈就说一大早眼皮跳个没完，担心有不好的事情，就让他今天待在家不要出门。李忠平昨天就和相好的张寡妇冬梅约好一起去邻居家帮忙，一听不让他出门，嘴里的馒头都不香了，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就说他妈封建迷信，就说头天都答应的事现在不去不合适。临出门叮嘱李忠平干活的时候小心点，他背对着回了一句放心吧，死不了。路上正巧碰上一同去邻居家帮忙的老王，老王路上还打趣他什么时候能喝上他和冬梅的喜酒。两人相好的事情已经摆在明面上，但父母一直不同意婚事。李忠平叹了一口气说，想要成亲，除非他死或者就是他妈死，不然他妈死活都不会同意的。老王就笑骂他干活的时候别老说死不死的不吉利。李忠平干活的时候眼神全都在冬梅身上，休息时冬梅就端了一碗水递给李忠平，众人都识趣的给他们留独处的时间，两人就靠着墙根坐了下去。冬梅一听他家不同意婚事，就是一阵失落。李忠平为了哄冬梅开心，一把拉起冬梅的手，赌咒发誓这辈子非冬梅不娶，就算死也要和冬梅死在一起。结果话音刚落，两人蹲坐的那面墙轰然倒塌，等把两个人扒出来已经被砸死了，应了李忠平那句死都要在一起，真牛逼。在隔壁村还有个叫李忠平的小朋友，暑假天天都想去河里摸鱼，每次被他妈发现回家就是一顿毒打，他妈就吓他说不定哪天就淹死在河里。奶奶听到后就让他妈往地上吐3口唾沫，重新说句坏的不灵好的灵，他妈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就说都是为了吓唬小孩子。这天李忠平趁着他妈不注意，又跑到河边去抓鱼，一跳进河里再也没上岸。等他妈来河边找人，李忠平被大人捞上来已经没了气息，他妈每次谈起都怪自己不应该说在河里淹死他那句话。据很多老人讲，中午12点的阴气比凌晨更旺盛，而我就遇到过大白天被脏东西缠上。我平时吃过午饭会有午睡的习惯，那天我刚睡下没几分钟，就隐约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起初以为是隔壁邻居家，背过头又继续睡，然后就听到有水珠滴落的声音，睁开眼就看到床边站着一个女人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而且全身湿漉漉的，正往下滴着水。我吓得大声尖叫，然后蜷缩在一起，颤抖着声音问她是谁，而她扑上来压在我身上，死死地掐着我脖子。慌乱中我就想起小时候长辈说遇到脏东西就吐口水，而且要不停地咒骂他。我拼了命地挣扎，果然没几分钟窒息感慢慢地消失。我胆颤心惊地给男朋友打电话说自己撞鬼了，结果还被他臭骂一顿，说我有病，大白天的哪里有鬼。经他一说，我也怀疑是不是做梦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，又躺下继续睡。可刚睡下，又是一阵敲门声，这次我能确定就是敲我的房门，可打开房门没有见到任何人，顿时也没了睡意，但是浑身一直提不起精神，就跑到小叔的棋牌室打发时间。对门坐的一个附近邻居张婶就皱着眉盯着我，附近的人都说张婶有阴阳眼，而且通阴阳很有手段。我对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很是排斥，跟他见面也只是碍于邻居才打招呼。可我刚进门，张婶就紧张兮兮地站起身，拉着我说有事找我帮忙。直到走出门，张婶趴在我耳边低语，你身后有个不干净的东西一直跟着你。我听完联想到刚才睡觉的场景，
站在大太阳底下，身上起满鸡皮疙瘩。张婶把我拉到小河边，然后拔了一把艾蒿，在我背后开始抽打。随着张婶的抽打，我身上的疲惫感就渐渐消失。张婶边打边骂，想借衣服穿也不能这么吓人。张婶说，跟着我的这个女人是前几年在河边淹死的，是我在河边散步就想借我身上的衣服穿。最后张婶让我去买了几件新衣服烧给她。